歡迎睇時間，這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這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繼續利用10分鐘嘅時間，帶大家嚟走天下大小事情。這禮拜今晚有請到嘅係政府省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先生，這禮拜呢看到嘅頭一條新聞是，中國同美國同當地時間14日同瑞士嘅日內瓦來舉行呢個政府之間頭一道嘅 AI 會談喎。主要呢係要討論到呢個 AI 嘅相關風險同管理。先生係點樣看呢場會談咯？也代表講美國同中國兩隻大國啦，全部要有共識，講係面對嘅全球人力新的科技挑戰嘅一個問題共同來合作，來共同來面對嘅新的問題尤其係嘅人工智慧嘅運用同人工智慧可能帶來嘅風險要妥善的處理嘅辦法，同樣治理全球向下來管理，設定嘅規範。一個原則尤其係去年的11月，舊金山的拜習會兩山呢，拜登同習近平兩山要達成共識，且今年就召開嘅 AI 的一個管理的會談所以呢，也拜在瑞士的一個會談呢係特別也拜會談呢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美國同中國係達成一個共識啦，針對用人工智慧做唔得用這係核子武器嘅一個管理嘅一個很重要一個關鍵，因為呢核子武器嘅管理如果有人工智慧嚟控制嘅話，會喪失很多很重要戰略性嘅一個考量，同時會造成人類社會替代災難。所以呢，那雙方之間針對亞洲議題願意達成一個共同嚟談判來協商來互相來禁止用人工智慧來控制核子武器，也係第一點那第二點說有關於中國態度也偏亦表示講，那美國針對人工智慧科技嘅發展對中國採取很強勢嘅一個封殺同很強勢嘅一個出口管制嘅一個打壓嘅動作中國也偏希望美國有所節制同唔得打太凶但是呢，美國也偏呢佢表示講，那中國底下用人工智慧而且民間嘅用途軍事嘅用途同國家安全嘅用途也部分應該同美國也邊傾下來協商。否則呢，如果中國用美國發展出來人工智慧科技嘅能量來製造全球人力嘅這個威脅，同時對美國嘅國家安全同盟國友邦嘅安全造成威脅嘅話，美國冇辦法同意所以呢，一點呢，雙方之間要達成一個共識。另外，最重要一點講，人工智慧可能會造成人類社會未來2-3年需要市場嘅一個工作機會會受到威脅，也對美國同中國也全世界替代經濟體來講呢，也係挺重要嘅新嘅挑戰。雙方之間應該要達成一個新嘅共識來面對呢個挑戰。嗰日睇條新聞是講，即係路透社嘅報道台灣海軍同美國同新嘅下頭西太平洋要做呢個無公開嘅演習，包括通信補給嘅項目先生，你有用看呢件事情？呢件事情代表講美國呢在印太地區採取強勢外交同強勢合作嘅一個軍事能量，來維持台海地區同印太西太平洋地區嘅和平穩定。也表示講美國同中華民國台灣嘅海軍有一合作嘅一個關係其實呢也中華民國海軍呢，當然全部要敦睦艦隊去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做一個練習同巡航，同時呢宣慰僑胞也個動作呢係明年例行性嘅一個動作再定嘅海軍官校應該的畢業生向下來做全世界一個航行嘅一個學習但是呢也過程底部呢明年全部會同美國的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或者是其他地區會有所謂意外相遇嘅一個做法。那雙方之間呢就遵照國際上共同接受一個意外相遇海上意外相遇準則一個做法呢，來向下來做基本的練習。也在練習呢，當然呢當然全部要進行今年在新嘅有嘅動作，你嘅國防部沒有承認大陸方面外交部呢表示抗議而認為美國同台灣之間的軍事合作互動應該有所節制。美國也偏呢繼續保持沉默，佢冇做 comments。但是呢，事實上嘅動作這個
進行當中。因為呢，你睇美國咧，佢採取啊印太戰略啊，你中華民國台灣係輕重要一個部分，所以呢，雙方之間咧海軍咧一個互動合作，基本嘅練習啊，也係輕重要一個練習演習嘅動作。如果講未來有輕重要威脅嘅動作呢，你中華民國海軍同美國嘅海軍喺採取啊聯合作戰嘅一個動作嘅話，就需要雙方之間平常啊，需要有練習有演習嘅一個動作否則呢，到真正喺作戰嘅時候呢，就冇辦法採取喺發揮聯合作戰嘅一個功能。所以呢，也就平常時嘅一個互動，也係挺正常嘅事情。其實呢，也對維護印太地區、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咪係有幫助嘅。其實我看到韓體啦，美中之間嘅新聞哦，所以講拜登政府14日宣布對中國180億美金嘅進口商品，我哋加大關稅，尤其係電動車、韓國20年天橋、鋼鐵、阿魯米呢啲東西哦，先至很遠快美國嘅通走。拜登政府也擺一個動作代表講拜登政府針對中國嘅一個貿易戰已經有進步咧，也進步係代表乜嘅呢？就採取精準打擊嘅一個做法。精準打擊嘅策略呢，其主要是針對中國你睇輕強嘅一個對全世界一個輕強嘅一個產業，包括電動車、鋰電池，還有太陽能電池，同時呢醫療產品，同時還有鋼鋁，同還有半導體成熟嘅半導體嘅生產，都總共有7大項也係產業啦。你睇中國大陸鴉片經過咁多年嘅磨練之後咧，而做啲生產價值挺合理，同時呢生產嘅能量競爭力咪挺強嘅一個新興科技嘅產業所以呢，亞洲產業呢對美國對歐洲全部有挺大影響，就係講而採取傾銷一個動作。所以因為佢價值挺便宜同時呢佢生產力就競爭力咪挺強，所以對美國、歐洲嘅一個本土嘅相關嘅供應嘅產業就造成挺大威脅所以呢，也拜登政府也對美國對中國嘅一個新興科技，尤其係清潔能源嘅產業所採取嘅關稅戰嘅動作呢電動車，因為呢中國你睇出口到美國嘅電動車挺少，所以有人講係象徵意義，太有實質嘅意義。但是呢，美國你睇請注意咗，中國嘅電動車現在墨西哥亞洲國家嚟製造。當出口到美國嘅話，也係同樣會威脅到美國本土電動車同亞洲清潔能源產業一個生產。所以呢，對美國係挺大威脅同時呢，對拜登政府嘅連任咪造成挺大威脅。因為呢，主要嘅工業州包括密西根同埋賓州兩個州呢，你睇勞工階級對拜登政府一個動作不滿，所以呢，希望拜登政府加強對中國的一個亞洲產業的一個關稅戰的制裁，讓按呢一個保護佢亞洲工作機會。所以拜登佢要上嘅連任，佢就必須要做嘅動作，來對中國的亞洲相關的產業採取強勢的敲打的動作。所以亞洲發展因此呢，你繼續嚟觀察。前面條新聞來關心嘅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呢16係同呢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同中國人民大會同來見面咯，喺嗰個簽中俄簽發新時代全面戰略嚟個合作嘅夥伴關係嘅聯合聲明，咁係代表中俄兩國嘅呢個關係係更加進一步深化咯。知道也拜中國同俄羅斯嘅一個兩頭人嘅會面係挺重要一個里程碑因為呢雙方也拜聯合聲明挺長一個聯合聲明包括呢有軍事嘅合作、科技、太空、核能、經貿、能源也都全面性嘅一個提升中國同俄羅斯之間嘅個關係。其中呢，最重要一點就係講雙方達成共識，來提升聯合軍事演習的範圍同質量。亞洲動作呢，是讓全世界挺關心的所以呢，美國也拜呢針對中國同俄羅斯兩國的兩頭人的會談挺注意一點所以呢，美國國務院
啊，馬上就有新的顯明啊，也新的顯示就講啊，中國做唔定啊，說將來魚與熊掌啊兩隻全部要拿到啊，表示講中國冇可能呢啊，一方面同美國歐洲啊保持好嘅關係，來賺美國歐洲嘅錢，一年差唔多1.4兆美元嘅一隻啊雙邊嘅貿易啊金額所以呢同時呢，中國又要想同俄羅斯維持一挺強、挺好嘅一隻戰略夥伴攀稱嘅關係啊，然後賺俄羅斯嘅錢，同時呢提供俄羅斯國防工業一隻基礎嘅一隻能量，讓俄羅斯對烏克蘭同對歐洲造成安全嘅威脅。所以呢，美國國務院在亞拜呢習近平同這普丁會談之後，馬上表示講中國冇可能會魚與熊掌兩隻全部拿到所以呢警告中國鴉片如果進一步提升同俄羅斯之間的國防工業基礎的合作關係，甚至於軍事合作的關係的話，那美國就唔會客氣的。所以呢，我知道拜登政府先對中國採取也精準打擊嘅一隻動作呢，做也係相關產業嘅一隻提升關稅一隻動作，所以對中國提出一隻警告。所以後續嘅發展會係美國、中國、俄羅斯三邊關係先重要一隻這個里程碑，值得你繼續來觀察。好，羅大先生今日帶來評析到，呢個禮拜回顧嘅新聞主要聚焦到嘅美中同兩岸之間嘅競爭，韓國前邊係中俄之間嘅合作對世界嘅影響。而且可以下大家繼續來關注嘅係新加坡嘅海外介紹，穩台嘅世界總理所上台，就可以好，謝謝。